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来教大家钩织这一款双层花瓣的向日葵。我们先钩花心，花心颜色的颜色太深，不太好看针目，我用浅一点的颜色来钩织。我们先拿出花心颜色的线，钩花心。我们右手拿住线头，在左手的小拇指上绕线，带到食指，在中指上绕2圈。我们拿出钩针，因为我钩织的是用无骨牛奶棉钩织的，我们用钩针大的这一头来钩织。我们钩针穿入2个环内，然后带线过来，形成了一个小线圈。我们先钩起立针，我们先钩3个锁针，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钩针绕线带过线圈1个，钩针再绕线再带过2个、3个，这就是一个长针的起立针。长针的起立针就是3个锁针钩上去。我们第一圈是环起12个长针，我们起立针不算1针，钩针绕线穿入环内，然后钩针带线过来，形成了3个线圈。钩针绕线带过前2个，再带过后面2个，这样一个长针就钩好了。钩好了，我们拿出7号扣，在钩针在第一针上，也就是钩针穿的这个洞下面这一个小 V 这里，这是我们的第一针。我们在这里这个 V 这挑起来，做上记号扣。我们再看一遍，钩针绕线穿入环内，带线过来，钩针绕线带过前2个，再绕线带过后面2个，一个长针就钩好了。钩针绕线穿入环内，带线过来，绕线带过前2个，绕线带过后2个，就是这样钩织。总共钩织12个长针。数的时候数上面这个小 V， 我们做记号扣这一针，从做记号扣这一针开始数，1、2、3、4，这样数。我们钩织的过程中，这个线头不能钩着钩着就到里面了，这个线头是要一直留在外面的。如果它短了，你可以拉一下，收紧一下，接着往下钩。也可以把这个往这边拉，也是可以的。数一下，2、4、6、8、10，差1个，12个长针钩好之后，把这个线圈拉大。拉大之后，我们来收紧这个线圈，拉住线头，这个线圈在动，我们拉这个线圈，收紧外面这根线圈，要收紧，然后收紧完了之后，拉住线头，把这个地方收紧。然后把钩针穿入刚才的那个线圈，给它收成正常大小。我们取下第一针的记号扣，在第一针上做引拔，引拔就是钩针带线过来，
形成了两个线圈，我们钩针不绕线，直接前一个带过后一个拉紧。这样第一圈就勾好了。咱们勾第二圈，我们先勾一个起立针，就是钩针绕线带过来，拉紧一个起立针。勾完之后，我们这一面是正面，我们翻转织片。这个花纹不是很好看的这一面是反面，我们翻转这个面背朝着我们自己来勾。第二圈是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，一个长针，一个短针。我们看怎么勾。我们这不是翻转过来之后，翻转过来之后，这一针，这是第一针，看见没？这里是第一针。我们这里勾的这些都是引拔起立针，这里不能钩织。我们穿这个大的，这个大的从这里穿入，这是第一针。我们先钩一个短针，短针的钩织方法，钩针不绕线，穿入针目，然后钩针带线过来，形成了钩针上有两个线圈，我们钩针绕线带过这两个线圈，这就是一个短针。我们在这个短针上面做上交扣，交扣。他说在同一个针目钩一个短针，再钩一个长针，长针就是钩针绕两圈线，一圈、两圈，绕两圈线之后，穿入我们刚才钩短针的这个针目，穿入，然后钩针带线过来，钩针上形成了4个线圈，我们钩针绕线，两个的带出前2个，然后再绕线，再带出2个。带出2个，然后再绕线带出最后2个，这样一个长针就钩好了。还是在同一个针目里面钩一个短针，反过来之后看一下，这面就出现了一个小揪揪，这是一个花样。然后我们接着往下勾，总共勾12个。我再演示一遍，我们穿入下一个针目，先钩一个短针，然后钩一个长针，钩针绕2圈线，穿入同一个针目，带线过来，钩针绕线，两个线圈的带出，然后再穿入同一个针目里面钩一个短针，这一个花样就钩好了。下面都是同样的，每一个针目都是这样钩的。这里线圈不太好拉的时候要注意。
最后一个，我们勾完之后是12个花形，在正面看的时候是12个小揪揪。勾好可以翻过去看一下。我们勾完最后一针之后，我们取下第一针的我们做的记号扣，记住这个针目，然后我们在这里面穿入，勾一个引拔针，再勾一个起立针。我们翻过来看一下，这一圈勾完之后，正面就是这样的效果，总共是12个小揪揪，2、4、8、10、12个，那就勾对了。当然该勾第三圈，第三圈我们也是这一面朝着我们自己，我们在我们刚才引拔的这个针目里面先勾一个短针，然后我们在第一针上做上记号扣。做完记号扣之后，我们空一针，也就是我们勾这个长针这个针目，这个针目我们不勾，我们到下一个针目穿入针来勾，跟上一排一样的花样，一个针目里面先勾一个短针，再勾一个长针，这是同一个针目里面勾。长针，然后再勾一个短针，这样一组花样就勾好了。我们这组是先勾一个短针，空一针，在下一个针目穿入，勾一个短针，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再勾一个长针。再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，这样一个花形就勾好了。我们每回控针的时候，控的都是我们上一圈勾的长针的这一针。我们接着是同样的，先勾一个短针，空一针，空一个针目，在下一个针目穿入，勾短针，同一个针目勾长针。一个短针，这样这一圈也是总共重复钩织这样的花样，总共是钩12个。记着不要忘记了，先是一个短针，长针，短针。最后一个花形，勾完之后，我们取下刚才第一针做的记号扣，在第一针上引拔，
起立。我们勾完之后翻转过来看一下，这圈勾完也是12个小九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是跟上一圈错开，在它中间勾的。这是我们的第3圈，下来勾第4圈。第4圈，先在我们引拔的这个针目里面勾一个这样的小九九，就是同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。我们先在短针这一针上面做上记号扣。短针勾完之后是一个长针，在同一个针目穿入，长针，然后在同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。勾完之后，我们勾一个短针，下一个针目勾一个短针，然后我们空一针，再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，这样一个花样就勾好了。我们每回空针的时候，空的都是我们上一圈勾的小九九，这里就是长针这一针我们都没有勾织，都是空的一针。下面接着往下勾，勾一个短针，然后下来是长针，再勾一个短针，短针勾完之后，下一个针目勾短针，然后空一针，再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勾一个短针。这一圈就是先勾一个这样的小揪揪的花样，然后钩织一个短针，钩织一个短针之后，我们空一针，再勾一个短针，这就是我们这一圈的钩织规律。勾一个小揪揪的花样。在下一个针目钩一个短针，空一针，再下一个针目钩短针，这样的小揪揪的钩织的方法就是在同一个针目钩一个短针，一个长针，一个短针，这样的花样。这是最后一个花样，钩完了之后，最后一个短针钩完之后，也是跟我们做记号扣这一针，第一针上面做引拔，引拔之后起立一针，我们这一圈就勾好了。我们这个带小揪揪的这几圈就勾好了。下来我们把织片翻转，我们不是这边吗？钩织，然后我们翻过来，开始正面钩织。它是由一个小 V 形成的，还有一个它辫子是两边的，
我们这回钩给它分开来钩。我们先挑外半针钩织，外半针就是朝着我们这边叫外半针，就是靠近我们这边的半个辫子叫外半针，远离我们这边的叫内半针。我们挑外半针来钩织，我们是锁起立一针，然后钩3个锁针之后，我们在第一针也就是这里，我们挑半个辫子，调整了就是调2个辫子，我们调半个辫子，调的是靠我们自己这边的半个辫子，钩一个引拔，就是3个锁针一个引拔，1、2、3，一个引拔针，我们看清了。看清了之后，带过来去钩织。我们每回跳过的针目都是这个大的，就是我们钩长长针这个针目跳过，我们钩3个锁针，然后跳过这个，我们在下一个针目挑半个辫子，引拔，这样，我们钩到最后一组。钩完之后，我们这里接着这里还有一个外半针，因为我们刚才做记号扣这个，这前面这里还有一个外半针，我们这里不好调，这里要注意不是很好调，因为我们刚才在这里做了一个引拔针，然后引拔，好，这一圈就钩好了。我们外半圈钩好了，下来钩内半圈。这个记号扣不要去啊，我们到时候看针目的时候还是要用的。我们这样扒着看一下，从这里开始穿入第一个来钩短针。这里我们不是钩了一个引拔吗？引拔之后我们起立一针，起立一针之后我们穿入这边，看到没？我们记号扣前面这个，在这里面钩一个短针，我们再拿出另外一个记号扣，在我们第一针上做上记号扣，钩3个短针，我们钩了一个，然后再在下一个针目挑内半针来钩第2个，然后在这里再挑第3个。钩完3个之后，我们空一针，看见没有？我们上一圈，我们外半针也是空掉了这一针，没有钩，这是一个完整的辫子，对吧？是吧？这样看一下是不是一个完整的辫子？我们也是空掉这一针，然后在下一针钩短针，这回是钩4个短针，空一针，2个、3个、
4个，勾到第4个，我们又看到了，这是一个完整的辫子，对吧？如果是你勾了4针之后，你不是完整的辫子，那说明你上一圈就勾错了。勾不到4个短针，也是出现了完整的辫子针的话，就是完整的针目的话，那你这一圈，你上一圈肯定也是勾错了，你要倒回去重新的再看一遍，再去钩织。我们这一圈是什么？刚开头的时候是3个短针空1针，到后面是4个短针空1针，钩11个，钩11个这样的11组。然后钩完之后11组之后，我们到了这里，看见没有？我们做记号扣这一针里面也要钩1个短针，这里我们钩下一组4个短针空1针，4个短针，1、2、3、4，又来到这个完整的针目里面了。钩到第4针的时候到这里，再钩下一组的时候开始空1针，我们在这里钩短针。我们这一圈钩完之后，数这样的辫子，这一圈钩完之后数这样的辫子可以数到48个针目，也就是48个辫子。我们这钩了4针，这不是空1针，然后我们这个看没做记号扣这个里面把它取下来，看准了这里还有1针，这里比较难挑，但是这里也是1针。钩好了之后，我们取下我们第1针的短针的记号扣，在这一针上钩引拔，然后起立1针，断线，这样一个花心就钩好了。